官师，怀英，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，
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王叔，哎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？我跟曹娘子约好了，一起去上香。快去！怎么了？冥府可有心事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一路无言？今日天气不错，难得，是吗？过了这座桥，再走不远就是佛寺了。冥府信佛吗？不信。那你呢？我信佛家说的缘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的苦乐都是外缘。荣辱祸福，皆是前世的孽。现在虽有，缘尽又归无，所以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切随缘。冥府说不信佛，可开口便是佛理。道听途说。你看，那有棵樱桃树。还真是棵樱桃树，生在这崖壁上，也是不易呀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小时候，家父落难，我和家母被流放到偏远干涸之地，饥渴难耐。幸好遇到了一棵樱桃树，我们才得以存活。说来，我和这樱桃树还是很有缘。
明府，狄明府。那个人，当年一个小女孩，家里惨遭横祸，那个人救了你，所以你才来到蓬莱，是为了他。你想找他，那你今日为何？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回应啊，回应！来来来，哎，坐，哎，吃点水果。我去备晚饭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哎呀，留下来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说你要留下吃饭，家里可啥都没准备啊！你拉我干嘛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？曹娘子，洪叔问你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？你能不能吃盐碎？他们平时不这样，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。他们只是想知道我们怎么了。那我们怎么了？今日，谢谢。要我说啊，这军营怪得很，还有那帮发营的小兵，满脑子淫邪之念。昨天晚上肯定是寻花问柳去了，逃了巡逻，被抓了现行。寻花问柳，我跟乔太亲眼看见的，他们的箱子里藏着春宫图，
被抽完鞭子还嬉皮笑脸的，说什么昨天晚上太直了。那是因为你没在军营待过，一帮14、15岁的精壮小伙，想女人不太正常。哎，明府，你手里这张中纪治4的当票，这个中纪治4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半年前我在他们中纪治4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咱们在县衙门口碰见那帮人，就是中纪治4的。呀，那就简单了嘛，去治4问问不就行了？让他们帮着查查这死者是谁。这不是一张当票啊，这是一张当票的票根，票根通常都保管在治4掌柜的身上。所以，他是中纪治4的掌柜。哦，今天早上那帮人说他们的掌柜不见了。明府，发什么呆呢？还在想刚才的戏？感慨，造化弄人呐。是很可惜。不过我在想，雨师早知自己有诅咒，摘下面具就永世不能落地。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爱人？影视太害怕失去这段爱情，他害怕一旦对爱人表白，就会失去这段爱情，这才是他失去告白的勇气。明府起身，转身。情之为物，最重要的不就是勇气吗？拍手。如果他早一点把事实真相告诉爱人，那么结果也会不一样吧？至少不会受永世盘旋之苦。蓬莱靠海，本就潮湿，这雨一下就是一季。一件合身的蓑衣是必备之物。领口小了些，我再修一修。曹娘子，所以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待我把琐事处理完了，再来找你。你看，他似乎长大了。等它开花结果，还得有几年。说快也快。
给刺了2刀。凶手是2个人，还是同一个人刺了2刀？从刀上的形状、深度来看，2次拿刀的握法、力度迥然不同，不像是同一个人干的。致命的一刀在背后，应该是被人从身后偷袭的。尸体为什么会被烧成这样？我到的时候，那个校尉正差人在焚烧他，尸体是我抢回来的。哦，还有，我看那个军营里缺衣少食的，派人查一查军营的采买公文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。书立这2天去州府递交文书了，等他一回来，我立刻让他核验。明府，李掌柜来了。是他。秦节哀。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请带我去治寺一趟。是。听说这钟掌柜呀，最近被小鬼缠上了，成天神神叨叨啊，就真死了，是不是锁了魂？各位，老樊，那天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啊，他变成一只鸟，就这么飞走了。真的？你亲眼所见？明府，告诉我，你都看见了什么？是，明府，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。周围的店铺都打烊了，我坐在茶馆门口等掌柜回来再收摊。这时候，钟掌柜走出了治寺，穿了一身正常的衣服，朝北边方向去了。忽然刮了一阵风，把茶铺外面的伞都刮倒。等我再看向他时，他的着装像是变了一身，变成鸟人。对，鸟人，变成鸟人就在这雨中，哎，就这么飞走了。明府，我看到的就是这些。你要是不信啊，上前问一圈就知道了。明府，谢了。啊，明府请。这是在钟掌柜身上发现的。哦。哼，又是这种死当。明府，请看，这上面人、财、物均无记载。这就是钟坊说的当，赔本生意。哼，钟掌柜这么没有生意头脑，中计治私，能够做到如此规模。不，钟掌柜非常有生意头脑，而且他很有干劲儿。20年前，我们这家中计治私刚刚开张的时候，他就说过，一定要把它做成全蓬莱最大的治私。可惜了，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他后来变了。这半年来，钟掌柜常常魂不守舍，白天待在店里的时间也短了，对生意上的事情疏于照顾了，甚至不知所踪。每天入夜的时候，他就出去了。第2天白天又出现了。家主，哎呦，您可回来了。您回去休息吧。尤其是前天晚上，他入夜出去之后，竟然一夜未归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不祥的预感。他这样消失，可有规律可言？带我去他的房间看看吧。明府请。这就是我们家主的房间，啊，这个稍微有点乱。事发仓促，没有官府的允许，我实在是不敢让底下的小厮去打扫。我们钟掌柜这个人吧，比较孤僻啊。明府，我给您开窗透透气。林掌柜，我自己看。啊，明府请随意，请随意。
这些都是钟掌柜画的。是我见过的，是他画的。名府随意。钟掌柜就是半年前在城里看了百戏团的皮影，回来之后啊，就茶饭不思，整天画这些东西。这画我可以带回衙门里吗？当然可以，名府请随意。最后一事。哦，名府请说。钟掌柜可曾对你提起过婴儿？不曾。散会。名府慢走。把这些大的家伙事儿都搬到北边屋里去，归置好了啊。是。抓紧时间清点啊。我回来了。名府，你回来了。这个红叔列出来的清单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漏了。其余的一些家当已经做了准备，送去典当了。这么着急啊？调令说即刻要赴任，那不得早做准备啊？行啊，叔你安排吧。哎，怀英啊，你是不是还没跟曹娘子说咱们要走的事儿？啊，你这是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怕你跟他说了咱们要走，他不跟咱去是吧？不要说的，不要说的。哎，名府回来了。哎呀，红叔，你说咱真要走吧，我这心里咋还有点舍不得。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蓬莱这地方我算是待够了啊，尤其是这鬼天气啊，冬天除了下雨就是下雨，我连太阳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等咱到了大漠南方，不是风吹就是日晒，有你受的。那也比黏黏糊糊的强，一天天的我晾个衣服都晾不干。既然这蓝方已经成定局了，我们现在还在蓬莱，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啊，别总是心浮气躁的。我尤其说的是你，快把这清点好了。尤其说的是你，干你的活吧。这羽毛，这嘴会，还有这衣服，正是雨师。那就是说啊，这个黄莺儿住在桥楼里，而钟掌柜的尸体又是在桥楼发现的，这一切不可能只是巧合吧？名府，要不要先把黄莺儿抓了，慢慢审？这个黄莺儿不是常人，应该不行。明日一早，我去会会他。请问名府在吗？找名府何事？曹娘子让我将这件改好的蓑衣转交给名府。名府说他不需要，拿回去吧。这。给我吧。马蓉呢？不知道啊。自从知道咱们要离开了蓬莱，他的心早就飞了。这会儿我不知道在哪儿野了。
谢了啊。蓑衣织的不错，我穿着还挺舒服的。你送他这个，不就是想提醒他，让他多来看看你吗？可惜啊，他忙着查案呢，所以我替他来了。怎么，不欢迎我啊？他是县令，借人查案，本该心无旁骛。我等他。怪不得他喜欢你。我要是个男的，说不定我也会喜欢上你。不过我今天来，是好心奉劝你一句，别等了。冥府不再需要蓑衣了，因为很快，我们就会去一个从来不下雨的地方。哟，这还认得我们吗？两位爷，上次的事情啊，多半是误会啊。霸总已经跟我说了，这个让我好好招待诸位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。各位请吧。请。请您慢点啊。冥府，就是这几个兔崽子，差点把我的店给我砸了。他们是何时来的？傍晚时分。可有配刀？不曾配刀。如果配刀的话，我肯定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还有什么令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吗？傍晚时分，除了他们几个兔崽子之外，我2楼包厢里还有2位客人在喝酒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盐铺的谢掌柜，还有一个面生，留着个小胡子，之前说这几个孩子，这几个小子就喝多了，就开始在我这闹事儿。刚开始掀桌子，然后揪着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什么问题？那个谢掌柜就跟那个小胡子从2楼喝完酒，正在往下走，直接就碰见那几个兔崽子。那几个兔崽子见到小胡子之后，就跟见了鬼似的，最后被这个小胡子直接带走了。那小胡子行止坐卧看起来可像是个当兵的。您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像是当兵的。原来那王万兵是出来偷着喝酒，让李小北给撞见了。不对呀，咱们在军营那会儿，李小北说他一直在审问那几个娃娃兵的去向，到最后也没问出来。可是按照刚才酒馆掌柜的说法，是他亲手抓他们回去的。小鬼在撒谎。这事儿他撒什么谎？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？因为那天晚上他要见的人，跟他要谈的事情，都不能让人知道。岳父，岳父，人出来了。
怪不得军营那么破败，原来东西都藏这儿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啊！来车直播，蓬莱县内狄仁杰前往军营有要事宣布，注意放行。放行。狄明府又来了，明府有事前来宣布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不来，我也要去找你们。逃兵郭奎，化名乔泰，违法乱纪，朝廷有令，即刻军法处置。县令狄仁杰，你包庇逃兵，按照大唐律令，押送州府问责。打扰！明府，别动！明府，阿胜，阿胜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军营之内扫子，将他扔进地牢。是。走！放开我！阿胜，生父！若不是你当日登记之时有所暴露，我还想不起来在河北道幽州折冲府见过你。身为逃兵，还敢三番四次大摇大摆地出入军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记得你们栾复尉吗？那是我兄弟。狄明府，一会儿我陪您好好聊一聊，请狄明府休息。别动！阿兄，疼啊！吓死我了！阿兄，我连累了明府。他不怕连累。这么多年也没什么机会写名字。你说我到这军营，看到这帮兵，我怎么就不由自主？哎呀！我本事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还能被打成这样？你别吭气儿，让我说。你要把这话转告给明府，你自己出去跟他说。来不及了。要说我是逃兵，倒也不算亏。我本名叫郭奎，是河北道幽州折冲府孟将军属下的一名师长。那时候大唐与外藩战事正酣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上了战场就是送死，早晚而已。一日操练之后，我听见有一个女人的笑声，
这笑声忽然让我在这等死的日子里多了些许盼头。呀，他冲我笑了。她是我们父卫的小夫人。她说她喜欢我，让我带她走。我就当了逃兵了。后来呢？离开军营第3天，他就受不了了。过来。怎么了？我不行了，这都3天了，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不忍心看他吃苦，就又把他送回去了。你这还不亏啊？人，我还是得着了吗？你去死吧！疼，帮我转告冥府，遇见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该死！放我出去！招他！招他！招他！虽然还有什么遗言？看见了吗？这就是逃兵的下场。临阵脱逃，其罪当诛。那就让我们送他上路吧。因为那天晚上他要见的人，跟他要谈的事情，都不能让人知道。加301毫升够令，羊肉600斤，加302毫升够令，猪年300斤，做盔甲盾牌铸造之用，加303毫升够令，人做1000牛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他在说谎，跟以前派来的官吏一样，都是蛀虫。他只想救他的手下。来人，去杀了他！等一下，让他说完。造反！可这些物资呢？此刻，他们就躺在城中血迹严复的仓库里。这样的蛀虫不除掉，我大唐市民的尊严何在？一派胡言！这都是这帮混混的谎言！快去杀他！快去杀了他！收起来！给我杀了他！大家都听着，李校尉勾结盐商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，他贪污了大部分的物资。谢掌柜，你跟大家说那些物资在哪儿？确实在我这里。胡说八道，简直胡说八道！国家安危系于我们手中，但我们却饿着肚子为国效命，因为没有兵器而丧命。你们干什么？
这是造反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在家乡救过一只鸟。救了它之后，想让它过更好的生活，我就给它买了最好的笼子，让它喝最干净的水，吃最好的食物。我原以为这样会比它在外面更加安全，更加舒服，可是最后他还是死了。家父告诉我，小鸟是渴望自由而不可得，郁郁而终的。要走了吗？冥府店铺已经盘给别人了，家主也已经故去，中继之嗣也自然而然会消亡。这治嗣都没了，这些账簿留来又有何用？啊！说句冒犯冥府的话，这些与您无关，甚至与家主也无关，主要是跟我有些关系。你很舍不得。20年了，我们有20年来所有的账簿。什么人会来治嗣？贪财之辈，家中拮据者。哎呀，用家里的祖传遗宝来压店。财不凑手者，用首饰换钱周转。这些个人呢，可有意思了。他们或羞于启齿，或贪恋财物，还有那些锱铢必较的嘴脸，我一眼就能。让冥府见笑了。冥府今日来有何贵干啊？我来是想问你，钟掌柜有个爱人，你知道吗？爱人，一个住在沼泽地里的女人，很美。钟掌柜也很爱她。美。这么说，是那个疯女人杀了她？什么？啊，林某唐突了。实不相瞒。掌柜的到底爱谁，或者他被谁所杀，我一概不关心。一个在一起20年的人死了，你一点都不在乎吗？在乎什么？在乎他为何会变成一个女尸。这半年来，钟掌柜常常魂不守舍，就是喜欢在雨夜里出去。雨诗是用来哄那些小孩的把戏，哄哄疯女人也就算了，我为什么要关心？铺子里需要我来关心自家的生意，
如果连我都像他们那样到处关心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我们铺子早就关门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日下午，你跟钟掌柜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争吵。你希望他不要再寻那些疯癫之事，把心思都用回到买卖上来，可他拒绝了。这个世界早就把我给毁了，只有我的婴儿，他从来不这么看。在他眼睛里面，只有爱意和倾慕。我也如此。家主，您就醒醒吧！您确定他爱的是这个面具，还是真实的您呢？家主，有朝一日，您要是脱掉面具，不演那个哄小孩的破雨诗，他还会爱您吗？哎，家主，就算我求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，为了一个女疯子，在我面前不可以这么说他。所以你就杀了钟法。我杀家主？就在当日，那群第8营的娃娃兵在打烊之后来典当了那把短刀。不得不说，你成功的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那群第8营的娃娃兵身上。很精彩的故事。狄明府，你把我写成这个故事里的主角，我非常的荣幸。可我就是这个店铺里的管事，撑死了是个小掌柜，我为何要杀他？你真的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小掌柜吗？20年了，你陪着他白手起家，从一无所有到把治四做到今天的规模。20年，你熟记治四的每一笔账，看着他把钱都花在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身上，你舍得吗？舍不得。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他才是这里的主人。杀了！这所有的财富就都是你的。财富？狄明府，你可知道这间铺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不，您当然不知道。像您这样当官的，怎么会了解我们这些小人物一步一步爬上来经历了什么呢？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都经历了些什么。其实说穿了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哪家铺子不这样？想当初中记开张，我就笑脸迎客，对客人我必须要小心伺候啊。哎，这位客官，哎呦，这价钱给的还低呀！不，别走啊！您别生气，好商量嘛。遇到脾气好的还算好，遇到脾气臭的，对恶语相向，往你脸上吐唾沫。我笑着把唾沫擦了，我还道歉，我接着笑。没关系，道歉到他满意为止。
了整整20年，中纪的买卖让我做起来了。明府，我们要在济南府开分号了呀！分号，我兴冲冲地跑过去，替他安排好了一切，我只需要回来拿到钱就可以开张。可钱呢？钱没了，他给疯婆子了。他中坊，他毁的不是这间铺子，他毁的是我的20年，是我的一辈子。所以你便杀了他。是，我杀了他。敖人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他们只不过是想过自己的小日子。他伤害了我，你知道吗？他还伤害了所有跟着他一步一步拼了20年的人。他还跟我胡扯什么？他找到了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极乐世界。他吃什么？喝什么？不是我们20年的辛苦。他有什么钱来哄那疯婆子？他哪来的钱去搞那些可笑的行头？没有那身可笑的行头，他早就死在那个疯女人手里了。他还不如死在我手里。死在我手里，他还能得到最后一丝体面。就是在这里，林掌柜杀了钟坊，为了嫁祸给婴儿，他把尸体拖向了桥楼。你亲眼看见婴儿刺向了钟坊，所以你才要保护他。但是，人不是婴儿杀的，在婴儿刺向钟坊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事后，你将尸体拖到了此处，为的就是给婴儿洗脱罪责。你喜欢婴儿，可婴儿只喜欢雨师，你只能默默地跟着他，为他做一切你能做的事情。
2刀，2个凶手，3个犯罪现场，3个爱而不得的人。钟晃戴上面具，只为了接近婴儿。王三郎为了婴儿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人心太复杂，情爱太疯狂了。一帮胆小鬼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都在逃避，找什么借口？爱一个人，要是连说出口的勇气都没有，那还谈什么爱啊？呀，你倒懂个啥嘛？划船。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林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让他吧。我看冥府对生火扎营甚是熟练，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？去过塞外，那可是见多识广，应该有很多人生感悟。人生感悟，人生的感悟，要到人生的尽头才能得出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回首从前，怕是会觉得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是啊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以前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关在笼中的云雀，终究也是供人玩乐。只有行千里路，才能了悟自然之道。那时曹安年幼，懵懂间认为那才是世间究竟。现在想来，也只不过是一场空罢了。也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变幻莫测，什么样的机遇都有可能赶上。也许你经历过的每一桩难，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或伤心，或欢喜。
我去捡些柴。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。林府，是王立德。林府，你看，北英，按照你给我的书信，我真的找到了小岛，这就是你让我找的黄道仪。幸亏几年前有人县令喜欢夜观天象，在藏书阁里有一台，现在都锈蚀了，我鸡毛长工匠修了一下，不知道还能用不能用？可以。历法书呢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能找到的旧黄历都在这儿了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
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回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，这13个数字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心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没来得及，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博司我去查过了，那天晚上跟意思是出航的士兵说，意思是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意思是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意思是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